Hello，大家好，我是阿成，欢迎您来到 Chance Talk 诚实说第一集的来宾。MacBook Air 13寸 M2 2022版本，这台笔电呢是我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购入的。那当初会想要买它的原因呢，其实是因为我用了20年的 Windows 系统，那我想说来换一个作业系统用用看，看会不会比较顺畅。因为毕竟大家应该都有被 Windows Update 搞过的经验。我们轻者呢就是驱动程式异常，重者呢就是蓝屏无法开机。那我想做到 Windows Update 应该是很多人心中的痛。听说 macOS 相对的比较稳定，所以我就想来用用看。然后再来就是以它的外形来讲的话，其实非常的轻薄。我想很多人都是被它的这个外形所吸引到，所以呢，买东西我们还是要看一下颜值，对吧？除了这个以外呢，强大的 GPU 的功能，非常优异的能耗比，可以在很少的能源的耗用情况之下呢，就炸出很强大的性能，真正实现出了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的精神。这个非常符合我们台湾企业冠老板的特色哦。除此之外呢，无风扇的部分呢，也是我购入它的一个重点之一。因为没有风扇，所以不会有噪音。像我这个人是非常怕吵的人。前面讲了这么多优点，理想是很丰满的，现实却是很骨感的。很多优点的部分呢，我想大家可以去看各位前辈们、各位科技大佬们的分享。那我这边呢，只分享我使用这几个月下来呢，我遇到的一些缺点。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一个非常资深的 Windows 老用户，然后想要评估考虑转到 macOS 上面来做使用的话呢，请务必把影片看到最后。我们来说第一点，触控板的滑动上下页面的逻辑会跟我们在 Windows 笔电上面会有一个很大的差异。一般来讲，我们在 Windows 笔电上面使用触控板，要将页面往上滑、往下滑的话呢，我们会习惯跟用手机一样的方式去往反方向移动。比如说，我想要让页面往下滑，那我会用双指在触控板上面往上滑动，往上滑动的同时，我的页面呢就会往下滑。然后在 Windows 笔电上面呢，如果你有外接滑鼠的话，你在使用滚轮去滚动滑动页面的时候呢，比如说我现在要把页面往下滑，那我的滚轮呢就是往下滑动。这个部分在 Windows 笔电上面来讲，它本身两个操作逻辑就是做分开的，而且是相反的。那这也是大多数我们一般使用者普遍的使用习惯。但是呢，在 macOS 上面呢就不太一样。macOS 呢，触控板的滚动跟滑鼠滚轮的滚动，它是做相同方向的。等于就是说，我今天透过触控板在做页面的往下移动的时候呢，我的双指呢会在触控板上面往上滑，那我的页面就会往下移动。这个部分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外接的一个滑鼠，你想要把页面往下滑的话呢，你必须要把你的滚轮往上滑。它两个操作的动作呢是一致的，所以就是你在触控板上面往上滑可以让页面往下，你在滑鼠上面呢要让页面往下呢一样也要往上滑。这个听起来有点绕口，没关系，但是请各位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因为这个可能会在你比如说在家里使用跟外出使用的时候会有很大的一个差异。但如果说你是属于全部都使用外接滑鼠派的话，那就没关系。但是如果你是会触控板跟滑鼠两个混用的话，那这一点你就可能要评估一下，因为你必须要时常去切换滑鼠设定里面去做卷动的设定，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比较麻烦的地方。另外一个部分呢，跟触控板也有一点关系。我们在做拖移物件移动的时候呢，在 Windows 笔电上面使用触控板，它只要轻点2下，你就可以把东西拖着走。但是呢，在 macOS 上面呢，你必须要用力的在触控板往下压，这时候呢，触控板会有一个震动的回馈，你才能够
将你的物件拖移走。比如说你要把视窗拖移，这个时候呢，你就必须要用力在触控板上面往下压，然后感受到一个震动回馈之后呢，你才有办法去拖移你的物件。这一点我长久使用下来的感觉呢是，如果我常常有需要拖移物件的这个需求的话，我会觉得手有点酸，因为你必须要就是随时要用力点，用力点。但这可能也是一个习惯问题吧。不过目前为止来讲的话，我是还没习惯，所以这一点也会提供给经常有需要使用触控板的朋友参考一下。再来就是触感的问题，不晓得为什么它在这个萤幕开合处的地方有做了2个锐利的尖角。那我个人是觉得这个在使用上面来讲的话，有时候不小心摸到会觉得有点割手，所以会觉得有点不太舒服。这个地方我觉得应该要做一个比较类似倒角的设计去避免这个割手的感觉。而且包括 C 面的边框也觉得稍显锐利了一点。这个地方 C 面的边缘呢，如果也能够做一个倒角的设计的话，摸起来会比较丝滑顺手一点，比较不会有个这种割手的感觉。接下来呢是同一款程式在不同的作业系统当中，它的功能其实会不大一样。比如说 Word、Excel、PowerPoint 的这御三家来讲，使用这些办公软体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同一个档案我们在 Windows 上面开启，跟在 macOS 上面开启，文字、图片的排版可能会跑版。如果说你在办公室里面，其他人全部都用 Windows 系统的笔电或者是 Windows 电脑，只有你是用 macOS 的电脑，我会劝你真的不要买 MacBook， 因为你会非常的后悔。所有人传给你的文件一定会跑版，你传给所有人文件也一定会跑版。所以呢，如果这个笔电你只是在家里个人用途的话，你买 MacBook Air 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有需要跟 Windows 用户做团队协作的话，我会劝你真的不要买，你会想把它卖掉，你会非常的后悔。接下来这个部分呢，也是很多用户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输入法的部分跟我们一般在 Windows 上面操作有很大的不同。它这边切换键一定是不可不同颗，因为在 Windows 上面是按 Shift 去做切换，那这边呢，它是用大小写的那个按键去做切换。但是我觉得这部分还好，主要是它按 Shift 加上字母或是符号的时候呢，它出现的会是一个全形的字母或者是符号。但是在 Windows 系统上面来讲的话，你按 Shift 再加上字母或符号呢，它会出现是半形的。而且在 Windows 系统里面呢，你按 Shift 加上字母的话呢，它会出现的是半形大写。那这个会很符合我们在大量输入中文的途中呢，我突然需要输入一些大写的英文字母，那会非常的方便。我只要用2根手指呢，就可以快速的把大写的英文字母打出来。那在 macOS 这边呢，你就必须要先按一下中英文的切换键，就是我们大小写的按键，先按下去之后，然后再按 Shift， 再按下你要的英文字母，你才能够打出英文字母的大写。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觉得别扭的地方，但我个人是觉得这个地方蛮别扭的，所以这个缺点呢也提供给大家参考。那很多人呢会在 macOS 上面去更改它的输入法，比如说最广为人知的应该就是雅虎输入法。那这个在使用习惯上面来讲，在选字的部分会跟我们在 Windows 系统上面的习惯会比较相近。整体的输入体验上面来讲呢，我觉得这个部分就跟 Windows 笔电比起来讲的话，稍微逊色了一点。最后一点，这个我不知道有些人会不会在意，但我自己是蛮在意的，所以我拿出来跟大家分享。macOS 它的视窗的缩放的这个动画，会让人家看起来觉得有点卡顿。视窗的放到最大，就是整个满版充满萤幕，然后到缩下来成一个比较普通的大小的时候，它的这个缩放呢，会有一个卡顿的感觉。那这个具体来讲，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如果有知道的朋友呢，欢迎在留言下方告诉我。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呢，跟视窗也有关系的，就是呢，关于分割视窗的设定。
在 macOS 原生好像没有可以快速设定的方式。这个部分呢，在 Win11 上面来讲，它有很多可以让你快速设定视窗分割的一些 layout，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 Win11 就胜出了许多。以上是简短的跟大家分享我这几个月使用 MacBook Air M2 下来我的使用感受。今天主要是以缺点的部分跟大家做分享。我觉得买东西是这样子的，如果你要买一个东西，想要快快乐乐的使用的话，那你一定要能够接纳它所有的缺点，就跟在找对象一样。我们在找对象的时候，一定要找一个你能够完全接受他缺点的人，这样呢，你们才可以开开心心的相处下去。最后，我们来讲一下结论。如果你问我会后悔吗？我会跟你讲会，非常后悔，因为我觉得我其实比较像是来试水温的，但是以试水温来讲，买 M2 好像又有一点付出太多的代价了，因为我当时候购入的成本是差不多34000元左右。如果只是想要试一下 macOS 的生态的话，我觉得应该买 MacBook Air M1 就好了，或者是买 Mac Mini M1 也可以。那这样子我付出的成本会更低。万一我刚刚前面讲的这些缺点，一个我都不能接受的情况之下，我的成本也会比较低，这样我在转手的时候呢，也不会损失这么多的价差。这一集的内容就先到这边。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的话，欢迎点个喜欢，并且订阅我的频道。如果你有任何对于 MacBook Air M2 有想法的朋友呢，也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那我们下次再见。